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4号星期五，还是在假期中。今天第一个训练日。今天下雨了，昨天下了一天雨，今天还在下。昨天是休息日，早上起来去大阪城轻松跑了一圈。我还拍了个短视频，因为昨天有观众给了一个巨大的惊喜。大家先看昨天我拍的内容。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，现在5点50，下雨了。今天是我的休息日，轻松跑一圈去大阪城，突然就下起来了，我得快一点，因为昨天有观众给我留了个言，说去大阪城烘焙店吃饭，我看时间应该是白天，说在烘焙店边上的草丛里我藏了一个小礼物，这个有点感动，而且观众太会玩了，赶紧去大阪城。小伙伴们，我到了，好激动啊！就是这个，它叫 R Baker，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 R Bakery， 跟大家说也都是 R Bakery。你搜这个地方来，这家的早餐是我在大阪吃过的性价比最高的。他说就在这儿，在这个角落，看看啊，有点刺激啊！还在，看到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找个小树枝儿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还在，而且居然有防水袋，还在，看，激动开心，拿出来啊！那光线好一点，大家看一看。麦盛续航机能胶，一个是有咖啡因，一个没咖啡因，160千卡，没咖啡因的是100千卡。宁香红茶味儿，咖啡因是咖啡味儿。感谢这位朋友，感谢这位观众，感动了。找到了，寻宝。在大阪认识的蔡先生，最近一起跑步，两个卖肾，两个卖肾，观众有心啊，好开心啊！那我先慢跑。好，拜拜。我今天休息，我直接就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观众太有心了，感动！谢谢这位观众，我把观众的评论放到屏幕上。我必须得趁着这个激动的心情跟大家聊两句。你看这个烘焙店特别的带劲，因为冬天的时候啊，它早晨准备的时候里面就是橙色的这种暖的灯光，这儿都是黑的，然后这儿有一个，你看这个灯泡，我特喜欢这种灯泡，就有点那种以前欧洲那种煤气灯泡那感觉。我原来在故宫的时候我就老说，我说故宫那一排灯就是从东华门进去那一排灯，进去左拐以后那一排灯那感觉特别好，就是有那种煤气灯泡的感觉。这次比赛就吃它，不管成绩怎么样，肯定跑得会特别的开心，是不是挺不可思议的？感谢小伙伴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转眼做节目这么多年了，都多少年了？得有7年了，6年。第一次拍摄上传是2018年的柏林马拉松，那时候租了个设备就去了，设备都不防抖，现在真是进步越来越快。今天很轻松的跑，有可能都跑不了21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因为周日上午要去参加一个跑步活动，它是一个3小时跑，在一个公园3.03公里一圈，但是我应该是计划是跑30公里，因为时间正合适，10月6号，所以想到时候把就那30公里尽量的认真跑，
因为我近2年的比赛，其实都没有就做过认真的30公里的这种赛前的大课。上一次还是2022年的北京马拉松。这个在这周的会员视频会跟大家聊聊。对了，我报名了今年的北京马拉松，但是他说出抽签结果要10月中旬，要11月3号比赛，也就是说我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去处理机票、工作、时间各种事情。就如果中签的话，我觉得就除非我像原来那样住在北京，就是在北京生活，否则真的是挺麻烦的。哎，没办法。行，一会儿跟大家聊一聊。对了，还没给大家看呢。你看今天一身的内道上夜市，我这是 S 号的，S 号的比前2天菲比特的 S 号的相对来说要小一点点，但是还合适。你看，所以不同厂商不同的，就同样的号码，不同的厂商可能也不一样。你看像 Nike， 你看欧美厂商呢，我居然得穿 M 号的，然后这儿的品牌我都得穿 M 号的。裤子也是，还是那条，还可以哈。感谢内道的小伙伴们。我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我自认为我不是个太怎么说呢，太挑剔的人，但是我仍然希望各个品牌，就现在的运动品牌，不管是服装、鞋帽还是监控设备，都越来越好。就跟之前给大家提到的那个汗液传感器，但是夏天都过去了，汗液传感器我的联系他的信息也石沉大海，我觉得那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时代在进步，就我是这种性格，就我什么事儿都是想去努力争取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不是说不这样想不好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对我挺好的。有时候可能是会比较累，但是也还行。就跟我说报名北马，我发了个朋友圈，有人就来一句说我们注定是要当分母的。我就觉得那这么想了，你还报什么名啊？我报名就是要当分子的，我就是要努力。虽然我最后可能不一定能当上，但是如果我报了，我就想我是当分母的，那没有激情了，是不是？那屏幕前也像我说那位朋友那么想的，我也没有说您的意思啊，我觉得调侃嘛，有意思。我是什么事儿都比较认真，但是当了分子，我也得看看具体的情况。我有时候总说，如果你对现状不满意，那你就得改变造成现状的所有东西，包括自己的对所有事儿的处理方式。否则的话，你不改变这些现状不会变呀，对吧？我觉得马拉松教给我的是那种向前的那种感觉，不成熟的分享。就像做频道，有时候跟家属聊，那倒退几年，打死我们都不信，我现在可以在镜头前这么和大家聊天儿。不对，不是在镜头后，现在是在镜头前跟大家这么聊天儿。你说有付出吗？肯定是有付出的呀。你看去年冬天的时候拍摄，刚到这儿路也不熟，背一包带着东西。今年又快要到冬天了，要挑战一下。这儿已经连续2年冬天我手会有冻伤，适应。我就这么想，就到一个地儿就适应了，过得就开心。训练也是，你说你现在1个月跑100公里，你想要好成绩，我告诉你好成绩得跑300公里，你说我跑不了，适应不了，
那就要不了好成绩，是不是？真心话吧。好多小伙伴说要参加半马，那半马之前怎么办呢？半马之前跑个16公里，可能差不多。我几次半马之前都是努力跑个16公里，这样不太累。这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，不管北京去不去吧，至少11月17号是神户马拉松。神户马拉松可能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气温。大河原先生说有好有坏，好的时候呢就10几度，不好的时候可能20几度。我现在的决定是，如果是20几度呢，我就拿个相机跟着大河原先生，给老先生来一个，当然我得能跟住他啊，给老先生来一个马拉松的纪录片。这周日他也去，就是6号，在大阪的南面，挺靠南了。来过大阪玩的知道，过新天桥那条地铁玉堂金线，那条线坐到头，再走1.5公里，是一个绿地公园，组委会有补给的桌子，自己带饮料，就挺好，3公里一圈，挺合适的。然后大河原先生说，在长居公园那个体育用品店打工那位黑人兄弟，全程马拉松2小时09那位也去，不知道他按什么配速跑。我印象中好像大河原先生跟我提过一次，好像说的是345，如果是345那就更完美了。今天穿的是 Vaporfly 3，现在穿上这双鞋，当然也可能因为旧了，觉得是有点劲儿没那么大。周3那个5个1公里，惊叹3.0，还行哈。那鞋白颜色的又少量有货嘛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买一双呢。40半有货，反正是如果去跑北京，肯定就是穿它。但愿我能中吧，如果中了签的话，咱们就博览会和赛道上见，是不是？但愿今年的博览会还弄在北辰那边、亚运村那边，别像那一年似的弄顺义。其实就亚运村那边对我来说都挺远的了。而且我报名的时候发现，北马今年这服装号码，有点意思。他那个 S 号和 M 号不知道是不是写错了，都是1.75米，只是胸围不一样。一般 S 号不是都是对应1.70米吗？不太知道。然后我传的比赛证书是大阪的，手动填的，选项里没有。不知道能不能中，加油吧！如果中了，到时候就看状态，因为毕竟对我来说算是跨国旅行了。状态好呢，我就这么想，就跟2022年一样，前30公里奔着240跑，到28公里看一下，到28公里如果在240的目标以内，就继续努力。如果28公里的时候跌出去了，超了半分钟，那后边就跟2022年一样了，随便跑。看天都亮了，其实这期我录了特别多，剪掉了好多，就我也不知道表达什么。我觉得感谢大家，或者也要感谢马拉松这项运动，让我们能互相认识。而且这个频道也有意无意中改变了我，改变我的好多的想法和性格。
马拉松也让我能在工作生活中，我总说那句话，更加的努力生活。其实这个是你们看我的节目，大概好像是从2020年开始我这么说，以前我没有想过，以前我想的是努力，如果这个词儿出现在我脑子里的话，更多的是努力工作、努力学习，是个有具体的事情。后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努力的生活。生活是什么呢？也许不是更努力的工作，也许不是更努力的学习，而是更努力的把这些事情变成你的一个努力的生活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本来想跟大家聊聊马拉松，想了半天，我觉得这期跟大家闲聊一下也挺好。像北京马拉松，就我还是一个有乡愁的人，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，但是不过话说回来，北京马拉松跑过的路线，绝大多数地方我不跑北京马拉松的时候，我平常都不去。就像我不瞒大家讲，中央电视塔在跑北马之前，底下那条路我一次都没去过。我的北马的时候我已经29岁了，马上30岁了。然后那河边也是，我一次都没去过。然后海淀那边，你别看我是互联网从业人员，但是我从上学到上班几乎没有在海淀待过，就很少的几次他们去开会什么的，也不熟悉。然后鸟巢，其实我在那儿待的时间特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中学在那儿6年的时间，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那一片还是庄稼地呢，所以北马走。哇，这么好看的背心！哈哈，谢谢。看没？蔡先生说这么好看的背心儿，还有一件比这个更红一些的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您给我发过消息吗？您介意吗？我开着录像呢。Hello， 碰到观众了，您好。上马2023。啊，对，我是留了个言，可能没有具体说什么时间。哦，没具体说时间，所以我就没记录。对，从哪来？从上海来？北京来，听出来了。报北马了吗？报了，但是太晚了，所以那个之前可能定了就去杭州。去杭州？同一天。哦，同一天。那从北京来干嘛不跑北马跑杭州呢？跑了几次了？跑过几次了？然后这次报的太晚了，然后对，就说带饭可机票啊、酒店啊什么的就先定了。哦，跑过2次，22、23可能都跑了。那22年我也跑了。对，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北马，跑比较慢，练得不错啊。没有。而且您说3、4年，那北马跑多少？23年的时候，23年跑得更不好吧？更不好340吧，340。还没请教您贵姓？姓王，王先生。看您跟我年龄，我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，我82的，82的，您长我3岁呢。同学给拉着去元大都训练的，元大都，对，所以就这么一直练。刚刚那个去，去哪来着？太原，刚 PB 326，那可以了。哎呀，因为到这个年纪开始跑步，进步会比较慢。对，感觉到了。那杭州有目标吗？杭州本来是说325或者320试试，但最近跑完也可能没怎么歇，最近又感冒了，应该就够呛了。杭州还有1个月呢。对，我看您练的可以。然后是从那个多马的那个视频，多马那个视频可能那会儿推的比较多，就看到了。基本上就算是每天都看。谢谢。
来到这特别的他特别熟悉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第一次来这儿跑，但是好像都熟悉。昨天在这儿吃的。哦，谢谢第一你。顿就说来这儿，然后去草丛看了一下。昨天我来的早，对，我昨天早晨5点半我就出现在这儿。得快中午了啊，吃的是中午饭的。这家不错，这家在这儿算是性价比很高的早餐了。对，如果吃早餐的话，这儿你400-500日元在外边吃早餐，基本上这一小三明治，是在这儿一大堆。那小伙伴们待会儿再聊啊。昨天小伙伴分开了，跑了10公里，我应该再绕一圈就回家。今天真的轻松跑。那小伙伴之前没有约，但是呢，无意中就碰到了，缘分。看雨也停了，刚才又下了一阵，现在停了。我今天也跑了13公里了，回家差不多18公里。比赛之前的心态还是会有忐忑，甚至不光是比赛，比方说，你看明天跟后天的训练是有挑战的。明天我还在想我怎么跑，因为明天是2个分组，快的那组还是415，慢的那组是430到5。我还不知道要不要跟慢的那组，因为后天的30公里要相对的努点力。那刚才那位朋友长我3岁，那确实是有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对自己没有原来那么狠了。其实马拉松你教会我的东西其实还是有挺多的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些教会我什么呢？就是人是个特别耐造的这么一种生物，特别的适应能力特别强。人，我老说人要比自己想象的强大的多，没那么脆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其实生物本身就适应能力挺强的，因为你适应能力不强，早就被淘汰了，就灭绝了，对不对？再加上你说人又有了智力，有了智慧，能够分析判断，那就更不一样。不过有的时候，理智这个东西在马拉松比赛训练中，有的时候是好事儿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。像我有时候理智过头了，就会畏首畏尾，会焦虑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，然后咱们训练之后再聊啊。10月4号星期五清晨7点06，晨跑结束。今天就说晨跑了，轻松跑，17公里多，很少第一个训练日跑这么短，还可以。今天碰见观众在大阪城跑了有4公里多，可能将近5公里，慢慢跑聊聊天挺好，下着轻微的小雨。然后明天再来一天，后天看看那30公里怎么样。然后我就琢磨，他让自己带饮料瓶带水，写上名字。但是这种补给我从一个桌上拿了，然后一边跑一边喝，喝完之后我扔哪儿呢？而且那瓶子应该不是一次性的，到时候去看看，给大家分享分享这边这种活动。这已经是可能得有好几届了，在那个公园每年这个时候叫3时间走，就是3时间跑，3小时跑。它最后是你在社交媒体上直接自己填你跑了多少圈儿。那我就肯定不跑3个小时，我应该就是跑完最多跑完30公里我就停了。然后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我们直播间见，还是明天下午没什么事儿，然后咱们聊聊天儿。也是挺激动的，要进入赛季了，有好多话想跟大家说，我慢慢跟大家分享吧。反正每年赛季都是来来回回这些事儿，只是每年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有时候家人也问我，朋友也问我说，那你每天都说有那么多可说的吗？我说有啊，我说马拉松这个事情就是
几天一个新感受，几天一个新感受，就同样一件事情也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就比方说今天我穿的这双 Vaporfly 3，以前我刚买它的时候我穿，我觉得挺棒的，真的挺棒的。但是现在我的感觉这一年，你们也前天我也看有人发弹幕发评论说，感觉我的跑步的动态的感觉比以前好了，可能力量提升了，然后步幅啊什么的提升了。在这个提升的前提下，那这双鞋就略微让我觉得有点软了。这都是不一样的阶段，不一样的感受。我特别期待能把我的每一个阶段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能够知道说，可能这世界上也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这个我就是屏幕前的您，无论是生病受伤还是训练的状态起伏，好吗？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